苍玄和小瑶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小瑶一直把苍玄当作敬爱的哥哥。可看到小瑶恢复女儿身的那一刻，苍玄惊呆了。他泛红且含泪的眼睛里有掩饰不住的惊喜和爱恋。纵然如此，苍玄也不能直接表白，因当时小瑶已有心心相印的恋人涂山璟。作为西炎王孙，苍玄也要招兵买马，笼络人心，夺回属于自己的王权霸业。但有些事情可以控制，感情的事儿却难以控制。况且苍玄屡次有难，小瑶都不顾性命地挡在他面前，陪在他左右，支持他。这样患难与共的感情，加上小瑶轻视的容颜，苍玄怎能不心动？剧中有一幕，涂山璟介绍自己的好友赤水风龙给苍玄。宴席上，涂山璟的未婚妻防风异应献殷勤，故意给涂山璟喂酒。亲眼看到这一幕的小瑶很不开心，找了个借口独自出去散心。宴会结束后，苍玄眼神凌厉地警告涂山璟：虽然我很感激青丘公子，但是有些话还是要先说清楚。小瑶值得这世上最好的男子，无论是我还是他的父亲，都无法容忍他受到一丝伤害。如果你无法做到，那么就请你远离他。从以上对话可以看出，苍玄一直把小瑶放在心底，他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，也要保护小瑶不受伤害。幼年时他父母双亡，自身实力不够时，是小瑶保护他。两人失散300年，他好不容易找回妹妹，见不到妹妹再受委屈。在别的女子面前，苍玄可以做到镇定自若，谈笑风生，巧妙周旋。在小瑶这里，他才是最真实的自己。涂山璟和小瑶有15年之约。小茶壶涂山璟怕小瑶忘了诺言，每隔一段时间就派人给他送喜欢的青梅酒。可有一段时间，因为涂山璟的府中出了奸细，于是便没有再送。小瑶以为他忘了自己，故意和防凤贝四处游玩，让涂山璟有了怕失去小瑶的恐惧心理。涂山璟连忙下山找小瑶，便给他送去心心念念的鱼丹子。喜静的涂山璟为了小瑶，把鱼丹子含在口中，测试了2日1夜，证实可以在水中换气。小瑶十分感动。当夜，涂山璟守在小瑶的床边彻夜长谈。苍玄误以为2人有了夫妻之实，独自在门外站了1夜，头发凌乱，眼中含泪。他手握匕首，如疯子一样，恨不得杀了涂山璟。凌晨，涂山璟独自出门，和苍玄解释了屋内的情况。苍玄才收回了想要杀涂山璟的匕首，并严肃地警告涂山璟不要伤他的心。如果你日后辜负了他，伤了他的心，我定会取你的性命。涂山璟回答道：若真有那一日，你就杀了我吧。后来，苍玄手握出鞘的匕首利刃，手掌鲜血直流，眼睛泛红，眼中含泪，演技炸裂，看了真让人心疼。这一幕就埋下了日后苍玄派人暗杀涂山璟的伏笔。后来涂山璟被人陷害，误以为和防风异应有了夫妻之实，并且防风异应有了身孕。在家人的逼迫下，涂山璟和防风异应举行了婚礼。甚至内情的小瑶强撑着回到家中，到家就口吐鲜血而昏倒。苍玄日日守在身边，小瑶为了涂山璟每日难以入眠，无精打采。苍玄看到却无能为力。可即便如此，涂山璟后来调查取证，孩子不是他的，小瑶还是原谅了他。苍玄认为涂山璟懦弱无能，对身边的人太过软弱，无法保护灵力尽失的小瑶。况且为了巩固王权，原著娶了21位老婆的苍玄内心是孤独的，他习惯了小瑶的陪伴，想要和他长相守。看到小瑶即将嫁给涂山璟，他嫉妒到发疯，于是暗中支持涂山侯杀了涂山璟。古云有云：世上安得两全法，不负如来不负卿。王权这条路注定是孤独的，苍玄拥有家国天下，却失去了最爱的人。为了王权，他一次又一次把小瑶推出去。想要一生一世一双人的小瑶，怎会选择他长相守呢？只有涂山璟一直把小瑶放在第一位，为了他甘愿放弃身份地位，默默守护在身旁。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小瑶发现苍玄的真面目，才知道苍玄的阴暗有多可怕。相柳因为赤水风龙挡箭，让苍玄逃过一劫，这让小瑶深知他们立场的对立。所以小瑶和相柳最后一次见面，2人决裂。相柳还暗示小瑶说，涂山璟的死看似是兄弟之争，实际上是另有人想要杀掉涂山璟。也是在这个人的帮助下，涂山侯才这么顺利地接触到涂山璟。相柳的话说得很有道理，但小瑶并不明白他指代的凶手到底是谁。自从回了小月顶，小瑶就反复地思考相柳的话，不停地猜测到底是谁杀了涂山璟。他还列举了跟涂山璟有关的4大家族，经过逐个查探，最终只剩下相柳无法求证。
防风夜莺和涂山田在清水镇隐居，谁都能瞒过去，唯独瞒不了相柳。杀了涂山璟对相柳没有实际的利益，却暗藏了很多好处。首先就是让苍玄焦头烂额，而且还可以断了苍玄和风龙的钱财。可如果是这样的话，相柳为什么要特意提醒自己呢？凶手的线索难道是相柳在贼喊捉贼吗？在小妖思考的时候，左耳提醒小妖，他漏掉了一个权势很大的人，那就是如今的陛下苍玄。自从左耳跟在小妖身边，他就一直让苗圃教他识字。本以为是左耳理解错了，可越说小妖越觉得有道理。权势最大的是苍玄没错，可苍玄和涂山璟无冤无仇，两人还有互相依靠的关系。苍玄为什么要杀掉涂山璟呢？在左耳的解释中，只要雄兽看中了同一只雌兽，就会决斗，不死不休，直到彻底打败了雄兽。而苍玄和涂山璟就是如此，所以苍玄才会对涂山璟下手。小妖反应了好久才理解了左耳的意思，虽然他当场把左耳赶走了，可脑中不断地回想左耳的话，甚至相柳当初的话他也在反复的对比。相柳暗示的人会是苍玄吗？自从知道了苍玄喜欢自己，两人相处的细节一一在小妖的脑中浮现，很多被他忽略的话都再次出现。小妖本以为苍玄不喜欢涂山璟是因为他优柔寡断伤害了自己，谁知是苍玄从心底里看不上涂山璟。苍玄竟然一直在制造机会让小妖可以嫁给自己。当初老西阎王想让小妖入西阎时，苍玄极力反对，争吵了许久，而小妖自己选了西陵氏。小妖压根儿就没深想苍玄当时背后的考虑。他一连待了整整2天，苍玄再来看小妖的时候，发现他懒洋洋地靠在榻上。两人聊了很多，小妖突然很温柔地对苍玄说：“你到底为什么要帮涂山侯算计涂山璟？”即使苍玄十分不想承认，但他的骄傲和自尊还是让他回答了是。听到了确切的答案，小妖再也支撑不住。他本以为他已经经历过世间最痛苦的事，如今更是双重打击。他最亲的哥哥杀了他最爱的人，这让他崩溃不已。他想过找到杀害涂山璟的真凶后，他有无数种让对方痛不欲生的方法，可是这个人变成了苍玄，他下不了手，但他还是要为涂山璟报仇。于是小妖在凤凰林约见了苍玄，双方吸吮着凤凰花枝，小妖决定带着苍玄一起离开。可是最后小妖想起童年的回忆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对苍玄下手，他只能毒杀自己，追随涂山璟而去。最后苍玄还是失去了小妖。